他可是经常击杀玩家，夺舍武器装备。他不会突然掏出枪，把周围的人都杀了吧？我还是先看看情况再说。收到，白姐。先生，你这物品比较多，需要我们帮您送上车吗？没事，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。他没开私家车，这么多东西怎么带走？我记得电梯后面那边车位比较少，所以平时挺安静，平时没什么人。而且我观察过，那边有几个监控的死角，为了避免被别人看见，去那儿把东西收进系统空间。不过这个空间储物能力，虽说是各种重生系统的标配，但却是着实好用。就是不方便被玩家世界的人看到，还得躲着点人用。系统能力属实拉碴，完全就是个购物软件嘛，还得自己花钱买，没有新手大礼包，没有首充双倍，连个打折券都不给。别人家的重生系统，开局就是满级神装加无限金币，我倒好，想囤点物资还得自己推着车逛超市。总感觉有人在鬼鬼祟祟地偷窥我。右后方大约30米，柱子后面，脚步很轻，呼吸压得很低，格赫罗斯的超强的感官，在被瞄紧时可以感受到大致方向，再配合烟雾弹可以直接穿烟。但进入玩家世界后，这些能力貌似都被削弱了，但依然存在。是巧合吗？难道说还是暴露了？如果说真的暴露了，在这里将人灭口，或许是最好的办法。一旦确认对方是跟踪靠近的意图，立刻将其截杀。看来真的是偶然，幸好不用走到那一步，赶紧装东西走人吧。周围应该是没人，赶紧收纳物资吧。按以前来说，现在该回监狱了，但是这一次，我想在玩家世界多待一阵，主要是为了探究一下以后来这个世界参加俱乐部当打手的可能性。系统，能给我做一张玩家世界的身份证吗？宿主需要提供道具，典狱长之证。给，帮我做个身份。系统，能给我做一张玩家世界的身份证吗？宿主需要提供道具，典狱长之证。给，帮我做个身份。正在生成玩家世界身份，请等待。对嘛，这样才算是重生。徽章也回来了。看来以后有用，要不找一个房子长租，作为在玩家世界的据点，或者以后也开个俱乐部，我当老板，以后既是 boss 又当老板，2道通吃，横竖都不亏。不过目标有点远，玩家世界还有很多不知道的事情，需要花时间了解一下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明明跟在韩老板身后很远，而且我可以肯定，绝对没有看到他，但是还是能清晰地感觉到，那是一股杀气。再靠近韩老板一点，自己一定会死。妹的，这里是龙国，又不是危险区域，不知道我在怂些什么，估计是错觉。算了算了。人都走远了，在玩家世界多待了1天。这1天转了转各个小型俱乐部，了解小俱乐部的和人数，还打听了租房买房的价格。这里的房价对标上一是1线城市，贵得离谱，但个人化户余额充足，弄个住所完全没问题。这里的货币分为2种，一种是联邦币，由联邦政府发行，在全球范围内流通；另一种是俱乐部币，由各大俱乐部发行，只能在俱乐部内部使用。这一天在外面晃悠，总感觉有人跟踪，但是那天那个跟踪的目光观察了很久，再也没有出现。这是什么？潮汐监狱规则怪谈。有意思，居然还有人磕我和杜庸的 CP，这剧情有点雷霆了吧？算了，
回家。典狱长阁下，您回来了。哦，林峰，你在呢？其他人呢？典狱长阁下，石定队长还在带着其他狱警训练，大勇和石磊，他俩这会儿应该带着新成员到外围熟悉地形去了。典狱长阁下，您回来了。哦，林峰，你在呢？其他人呢？典狱长阁下，石定队长还在带着其他狱警训练，大勇和石磊，他俩这会儿应该带着新成员到外围熟悉地形去了。你怎么样？新装备、新环境，还习惯吗？报告典狱长阁下，一切都已经熟悉了。好，不错，去把石定叫过来吧。是。典狱长阁下，您回来了。刚回来。怎么样？宜兴监狱都更新了哪些部分吗？搞清了。最主要的变化有几点，首先是很多房间都新增了门禁，需要有对应的门禁钥匙卡才能开启。我还暂时没有搞懂其意义是什么，暂时理解为某种程度的保护监狱财产。还有就是新增一处任务，名为黑潮行动，开启后会调动潮汐控制系统向监狱内注水，意义暂不明列。原来是新增了黑潮行动这个标杆任务，只是因为监狱还没开放，没有玩家干员，等到玩家干员接这个任务，到时候监狱可有的闹的。另外两个名为猎鸦人行动和诛心者行动，我刚才就在试验，两个任务我都开启了一次，监狱内都没有什么具体变化。啊？你开启这两个行动的时候，关在牢房里的渡鸦没出来？没有啊，他不是被关起来了吗？怎么会出来？他的牢门真的没开。啊？怎么会呢？典狱长阁下，是我工作疏忽，我立刻召集狱警，全监狱搜查。请等会儿。哈哈，终于让我找着大锤了！我要当锤哥啊！嘿，格赫罗斯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看没啥事儿，出来溜达溜达，你不介意吧？嗨，我这也没啥事儿，你们先走吧，一会儿我就回去。杜央，你居然敢大摇大摆的越狱，我这就……啊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你先溜达吧。上回多谢你那4个大锤兵宿住，我买了些吃的，一会儿在食堂叫你们过去。典狱长阁下客气了。行，那你先忙，我先走了。好嘞，好嘞，典狱长慢走，我一会儿就过去。丫的，拿东西，给我拿好的呀！箱子里就有个锤子，刚才要是戴上自闭头，他不就看不出来了吗？下回拿超标大锤子高低敲打小打老点。哎呀，我也想玩锤哥。丫的，拿东西，给我拿好的呀！箱子里就有个锤子，刚才要是戴上自闭头，他不就看不出来了吗？下回拿超标大锤子高低敲打小打老点。哎呀，我也想玩锤哥。典狱长阁下，那是渡鸦呀，他越狱了，咱得把他抓回去啊！好了，没事儿，他跑不了啊。你跟我去食堂把吃的弄一下，叫兄弟们来喝酒。典狱长阁下，老大，这啥情况？我不明白啊。这事不赖你，那俩任务诛心者和猎鸦人都是打开特定房门的，效果差不多，就是把渡鸦放出来，让我带着我的亲卫队和他带着的大锤兵们干一架。因为你的开启，门才会打开，所以他才能出来。那我们刚才为什么不抓了他？他刚才估计怪尴尬的。行了，你别管了，没事儿，一会儿餐都弄透好了，把他们叫来喝酒。放心，没事的。是，遵命。上次行动结束，潮汐监狱升级，多处发生变化，同时狱卒均换上了3级防护套装，亲卫队都使用上了4级防护套装，还新增了3名普通狱卒，2个狙击兵，1个喷火兵。上次行动结束，我们损失不小，甚至还永久牺牲了1名同志，但是都挺过来了。根据我在玩家世界打听的情报，白头鹰现在应付联合国的脑机制裁，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派出脑机干员进入监狱。上次行动多亏有你辅助，没让放跑那几人。之前你也复活了我一次，这没什么的，咱俩算是两清了。
嘿，典狱长，我敬你一个！那群兔崽子牢房区域的狱警全都杀了，我还想部署咋这么嘚儿呢？没想到你还能打赢，有个小兔崽子打了我3枪，幸好你们打赢了，让我有机会报仇，否则我就白挨枪子儿了。哈哈哈哈，毕竟是外敌，必须重拳扑击。既然大家都在监狱，不如一起和平共处。格赫洛斯，您贵为典狱长，如此发言已经很给面子，但毕竟身份不同，我们该打还是得打。有些时候可以互相帮助，但更多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对手。典狱长大人，此事两清，多谢款待，我们退下了。好了，各位，继续用餐。没有拒绝的理由啊，还是拒绝了，还是乖乖回到自己的牢房。那么，渡鸦他有自己的目的。典狱长大人，此事两清，多谢款待，我们退下了。好了，各位，继续用餐。没有拒绝的理由啊，还是拒绝了，还是乖乖回到自己的牢房。那么，渡鸦他有自己的目的。其他几个干员在监狱倒计时结束迷失后，几乎是立刻像是被抹除人格一样，变成行尸走肉，失去自己的思想。而他们还维持着和之前一样的状态，不受影响，一定是脑机起了效果。你们两个回答我，那个货他还活着吗？他的脑机彻底损坏，他的脑机彻底损坏。神经元连接中断，神经元连接中断。停！你一个人说，你俩一起说的，整得我头疼。他现在是植物人。那是给你们连接戴护目镜用的。用它能干什么？脑机的辅助显示功能包括透视扫描、运动提前量计算、瞄准辅助。这玩意儿给我戴是不是也可以？这款护目镜只是视觉辅助效果，其效果本质来自于脑机。如果你也装脑机，才可以使用效果。所以其实你们的能力来源还是来自于脑机。是的，那这个呢？外骨骼系统同样由脑机系统操控，被动提升负重能力、敏捷速度、反应速度，同时可以主动开启超载模式，全方位属性大陆提升，持续25秒。但是使用时要注意，身体会承受巨大的负担。我建议你在开启前最好有队友在身边。超载模式后，身体负担会激增。被你抓到时，约翰已经使用3次超载，那时候他已失去意识，全靠脑机同步，勉强进行基础的移动和开火。你们能操控约翰的身体，只是操控脑机，移动还是他自己完成。你们身上的这些都是来自于哪个大红的科技？外骨骼来自于装甲车电池，护目镜来自于曼德尔超算单元 ，AWM 和.38马格达子弹来源于高级子弹零件，6级防护套装来自于高级咖啡豆。脑机是来自于哪个大红科技？不知道。哼，最关键的地方打马虎眼，别的科技都挨个汇报给我，只有脑机这个不知道，不知其具体来源。我推测并非来自于大红物品。什么意思？脑机是来自于哪个大红科技？不知道。哼，最关键的地方打马虎眼，别的科技都挨个汇报给我，只有脑机这个不知道，不知其具体来源。我推测并非来自于大红物品。什么意思？脑机诞生之初，并非由白头鹰协会独占，很多俱乐部都曾拥有过脑机。据说每个俱乐部都有一部分人使用过脑机，不是因为安装问题，还是脑机本身的问题，造成了严重的后果，轻者残疾、瘫痪，重则当场暴毙。仅有少数成功，但也没有起到多特殊的效果。后来被联合国禁止时，才在白头鹰秘密研究。但是最开始完全没有大红在各个俱乐部内使用。这点倒是第一次听说，尤其是曾有很多俱乐部都拥有过脑机，在玩家世界内完全查不到相关的资料，所以推测脑机不是大红诞生的，它更像是上帝的礼物。按照之前我给你们训练和部署的位置都准备好。是。新来的那几个别让他们单走，让老狱卒跟着。对了，大勇，那个喷火兵呢？你带着他。
已经在通道等着了。走吧，你先过去。万无一失了。升级了之后，这身老大说的4级甲和听力头，正好试试感觉。以后老大不在，我将是潮汐监狱最坚固的防线之一。这3日，我每天都关注俱乐部消息。按照惯例，早该公布哪几家俱乐部来，可这3天，无论怎么查都查不到。这次什么都没宣传，真希望获得这一次行动的玩家情报。3家平时直播监狱外围的媒体，今天2家没开播。开播的那家，画面里只有空荡荡的广场，镜头晃来晃去，弹幕也没几条。什么情况？新的战术吗？以不变治万变，他们会有这么聪明吗？好吧，既然如此，只能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了。做好准备。是时候了，走吧，哈福克的战士们，准备战斗。是，典狱长阁下。是时候了，走吧，哈福克的战士们，准备战斗。是，典狱长阁下。他们现在的护甲已经不需要修脚偷袭了。全地图所有 NPC 通过语音实时共享信息，即便如此，人数依然不是很够。外围以及野点区域依旧存在信息的视野盲区。监狱开启后还这么安静，显然没有选择进入核心区区，很有可能全部在外围。石定，跟我走，沿着监狱外围巡逻搜索。是。队长联系内场，有没有发现异常？收到回复。报告典狱长，无任何异常。什么？玩家数量为0，他们真没进来。好啊，好啊，直到此刻我才终于回过劲儿来。我堂堂格赫莫斯，居然和空气斗智斗勇了一整局。好了好了，都回去吧。是。算了，玩家没来就没来吧，他们不来，自己正好省得清闲。要是以后都不来，那就更好了，我就能摆脱开经常要进行的防守，时间上面更加自由了。之前我想在玩家世界生活的愿望就更容易实现了。史丁，吩咐兄弟们下去该忙啥忙啥吧，今天没来人。好的，典狱长阁下，回牢房区巡逻吧。是。典狱长阁下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入侵监狱了吗？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？不知道，情况还不能确定，但咱们没什么可担心的。怎么，那些人不来，你反而不高兴？没有不高兴，这都是典狱长阁下的功劳，将他们吓怕了。别老这么客气，我知道你是有点迷茫，人总要有自己的事情干。我们的存在绝不仅仅是为了对抗那些没完没了进入监狱的玩家干员，他们不来监狱，我更放心。我多花些时间在外面，提前熟悉一下玩家世界，说不定以后可以开展一些外面的业务。外边，咱们要打出去？也不是不可以，他们没事就打到咱们的地盘里来，咱们也去他们的地盘逛逛，有什么问题？咱们要打出去？也不是不可以，他们没事就打到咱们的地盘里来，咱们也去他们的地盘逛逛，有什么问题？对了，石定，你对外边的世界有多少印象？我没有之前的记忆，只知道外面的世界对我们潮汐监狱充满敌意，并且烧杀抢掠。其他的，我也没什么好印象。行吧，没事儿，你回去吧，时间不早了，让兄弟们都好好休息。好的，典狱长阁下。现在玩家们都不愿意来了，也行，明天出去，这次多待几天。烧杀抢掠，倒地就撤，这些话在前世再寻常不过。但是当我成了 NPC，
那些冠冕堂皇的玩家或者说 GTI 才是这个世界最大的隐患。什么？哈夫克集团来电？是谁？抱歉，宿主，擅无权限获取来电人信息。好吧，接通。喂，哪位？你好，典狱长阁下，来电多有打扰。从监狱开启至今，所有员工都严守规程，坚守岗位。你们的恪尽职守是哈夫克信任的基石。我代表哈夫克集团，对您和潮汐监狱所有狱警恪尽职守，表示由衷的敬意和感谢。监狱最近的事迹，集团高层都有关注。你们做得很好，但有些地方不太合适。哪儿不合适？格赫罗斯，你不该直接挑衅、恐吓他们。你只要在玩家入侵后将其赶回去就可以了。格赫罗斯，你有点过火，这样会使玩家再也不愿进入。他们要是不来，我们怎么升级地图？怎么赚取收益？怎么俘获迷失干员？与我何干？我希望哈夫克能与玩家友好共存，你这样会让他们害怕、敌视我们。我知道你很诧异，但我希望未来我们有机会共存，用哈夫克的你的意思，我们在这儿等着被杀？不，当然要将他们打回去。总之，你要明白，我们需要他们提供价值。你带好队伍，集团很欣赏你，但不可杀鸡取卵，要给点甜头。咱们那些土特产、小玩具不值钱，哈夫克看不上，那些东西要多少多少，只要他们愿意来，就和他们换。这样，明天我会派人过去，把迷失干警带回总部。集团给你经费补助，一个迷失干警给你1000万的监狱资产，你去吸引玩家干警们来，然后俘虏，如此。领导，我还不知道怎么称呼您。我呀，我叫雅各布·哈夫克。雅各布·哈夫克，哈夫克最高领导，巴贝塔的总裁。大晚上的就为了告诉我之前下手太狠了。哈总，算了。我知道，因为最近潮汐监狱的战绩比较亮舞，最近我都在紧密关注这边的动静。哈总，可现在玩家已经不愿来监狱了。没关系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下一次开启一定会有玩家进入，让他们爆点所谓的大货，相信很快会恢复热情。那我们等着被杀？不，保存你们的战斗力。你记住，遇见那些装备简陋、动作迟缓、眼神呆滞的玩家，就放他们，让狱卒开枪吓唬吓唬，别把他们打死了，放他们出去。而那些装备精良、武装到牙齿的干员，直接杀，他们不会给监狱带来任何正面收益，出什么祸都会说是自己技术好，杀了就杀了，无所谓。好的，我明白了。对了，格赫罗斯，还有一件事。您说。格赫罗斯同志，努力上进、勤奋赶稿是好事，但是有时候也不能太过。这个哈夫克大佬也没印象里那么阴险，反而帮我减少工作量还给钱，好领导啊！你作为典狱长，逼格应该高些，别像普通狱卒一样次次都刷新，平时少出来，偶尔来个惊喜就好。是领导。很好。潮汐监狱虽然是哈夫克新开放的区域，但在目前是战绩是最好的。我听说你经常去玩家世界。是领导，我想了解一下玩家世界的情况，以便应对作战。很好，我们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同志，为交谋多交流沟通，真的很支持你们这样，继续保持，再接再厉。是领导。好了，格赫罗斯同志，集团对你赋予厚望，时间不早了，快去休息吧。明天会有专员去回收迷失玩家干员。明白，领导再见。这都啥跟啥呀？从疑惑到愤怒，最后居然成了同志。不过总的来说，深受启发。既然监狱资产让玩家随便吃，那也没担心的了。明天和石定他们说，以后监狱开启后的行动宗旨，我甚至可以减少出境频率。刚才这通电话确实起了方向性的作用，就是某些方面确实很诡异。算了，不管了。明天去潮汐监狱，7名素材带回来，其中有3个目标格外重要，再带去价值7000万的物资过去。7000万？先把对应数额的卡给他，物资一批批给他。这样的功绩该有这样的鼓励。去吧。况且，哈夫克的项目也该多投入一些资金，加快一下清算的进度了。吹哨人这把刀亮久了也是会生锈的。毕竟最后的好戏总要压轴。典狱长阁下，您找我。是这样，总部吩咐我现在有点事情要跟你交代一下，你日后记得吩咐给兄弟们。是，您请说。领导的意思是以后不能赶尽杀绝，留下看起来呆的，让他们得吃，以便后续的发育。
也就是用监狱资源换取玩家资源。同时有一个问题我忽略了，以后亲卫队6人不能在每次监狱开启时都出战了。啊，这是为什么？兄弟们一直都很努力。典狱长阁下，有什么事您就罚我吧。兄弟们，不光是你们6人，我也不能每次都出战了。之前忘记了，我作为典狱长登场不该这么频繁，会影响玩家探索积极性，当然也方便他们制定策。而你们作为我的亲卫，当然得跟我减小出战频率。那我们该怎么做？监狱开启后，我们去哪儿？就在备战室，门一关，里面待着，等监狱开启结束，咱再出来。就让那些干员厮杀。哼，没事儿，有我兜底。还不够，还得告诉兄弟们，那些看起来装备差、技术一般的干员绕着点走，开枪的时候留点意，别把他们打死了，就当为了发展吧，用资产换资源。咱没那么多钱吧？哪经得起这么吃？不用担心，领导说用迷失的干员换，一个换1000万。这么多？控制暴率让吃，做几个典范就好。重点不让他们赚钱，是让他们觉得监狱有钱可赚。集团安排的人到了，那几个迷失干员都怎么样？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就那个叫约翰的，还是那副半死不活的样子。也好，他们迷失了就跟木偶一样，反正留着也没用。不过，令狱长阁下，不过什么？可能有价值。那2个有意识，可以自主行动，而且还算挺配合的。继续。还有就是，不知道他们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情报，例如那身外骨骼。说不定可以在没有脑机情况下使用。要是我们能研究，给每个兄弟都装上一套。典狱长阁下，我只是随意猜想，没有不尊重上层领导的决策的意思。没事，我知道。典狱长阁下，外面来了一帮人，自称哈夫克集团高层领导派来执行人员押送任务，请您指示。现在人在哪儿？在监狱门口，被弟兄们拦住了。行，带我过去。石定，这次这个决定，我有我自己的计划。这样，明白，老大。阁下在短的时间内立下战功，我们可都是刮目相看。哪有，运气好罢了。一共是7名迷失干员，对吧？这是7000万，有需要时可以跟总部兑换物资。多谢总部了，但这么多钱受之有愧。这2张请小队长带回去。典狱长阁下，你这是客气了。哎，我实在不该收这么多，小队长，你就拿回去吧。这都是典狱长阁下您的功绩，我们只是奉命行事，您不必这样。情况是这样，我这儿只能给总部交5个人，所以我只能收5张卡，这2张请小队长拿回去吧。啊，只有5人？是啊。阁下说笑了，集团上统计了，一共是7人，怎么会是5人呢？是这样，当时确实是一共抓了7个，但是其中有3人利用作弊，在监狱内大肆破坏，牺牲了不少弟兄，最后牺牲了大量的物资和人力才抓获，1人被当场废掉。另外2人，我让弟兄们1人给了他们1刀，给兄弟们报仇撒气，早就被活活捅死了。阁下，您在耍我！3个重点留了个傻子。小队长何出此言？我是昨天才接到领导指示，之前也没告诉我这几人是重点，要我保护起来啊。阁下，您在耍我！我兄弟死于他们之手，你叫我把他们好吃好喝供起来。好的，阁下，我会如实上报。请便。送客。请吧，特勤队长。阁下，这样会不会得罪领导？没事儿，回收迷失干员，这是昨晚才告诉我，我属于不知者无罪。不过我真没想到，那3人居然真是重点对象，多亏你提醒我，这几人恐怕比我们想的还要不简单。我星星个星星的，我还以为是真懂事呢，没得给整这么一出。重点指定的3人，弄废了1个，弄死俩，他还有脸，他还有脸。咱们回去怎么交代？我怎么知道怎么交代？我记下了，绝不让他好过！给我等着！你妹的，我那2张黑卡呢？给我找找，掉哪儿去了？是老大，好的，我马上找。丫的，拿东西给我拿好了呀！小白姐，你听说了吗？有专家分析，
下一次朝鲜域开启时，大概率没有地图 BOSS， 而且不限制散人进入。白姐，咱不趁机搞一波大的？骡子，你不是最害怕打危险的地图吗？潮汐监狱可是现在最危险的一张地图，你怎么想的？哎呀，白姐，这不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吗？不刷地图 BOSS， 还有超高爆率，还允许散人进入，这多好的机会，不去就可惜了。哎，别呀，白姐，考虑呗。你想啊，爆率这么高，万一出一个红色物品，那咱们俱乐部不就发达了吗？行，去吧，迷失了别赖别人。放心，白姐，不会的。青哥，你可来了！每个人都带上袖袍，在监狱内人多眼杂，我没空去区分每个人的脸，到时候只认袖袍不认人，都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每个人装备都比我好，进去最好的做法就是避战。戴自闭头盔，信息收集能力大打折扣，还不如降噪耳机好使。你们这些散人，跟上！掉队被打死，概不负责。아이씨, 더 일어나.给你们2分钟的时间，马去。时间到，集合，超时不候，后果自负。青哥，咱们好像有个队员被袭击了，你要不去看看？我说了，我不要拖后腿的废物，连一个狱卒都解决不了，要他有什么用？可是，还有神人打个狱卒成这样，超时了！5、10、9、8、3、2、1。哎呀，我是蓝色，怎么你是红色呀？我有袖标，我有蓝色袖标。我跟你很熟吗？行了，你这样也别玩了，缺胳膊少腿，回去玩玩月牙天冲挺好的。快点跟上！老大说这次让我们收着点打，以逸待劳。刚才他们看见我了。不对，那种急匆匆的脚步，那种目不斜视的前进方式，分明是有明确的目标。他们说的快一点，听像是巡逻，更像是赶着去什么地方。他们就是冲枪声那个方向去的。所有狙击兵全部去给我把水面守住了，火箭兵守跳水口，一个也别放出去。狱卒集合前往洗衣房，分散的玩家只要不干扰行动，一律无视。目标是带有蓝色袖标的玩家干员，其中1名为5级防护玩家，务必留活口，其余蓝色袖标格杀勿论。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我跟你很熟吗？行了，你这样也别玩了，缺胳膊少腿，回去玩玩月牙天冲挺好的。他袖标是红的，是因为有血，只认袖标不认人。你明明知道他就是咱们的队员。我给了他那么长时间归队，他不归，那赖谁呀？之前说的很清楚啊，他不带蓝色袖标还迟到归队，那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是啊，是他自己不带蓝色袖标，那赖谁啊？青哥都给了他那么长时间了，他自己不归队啊，舒服美妙，这种被众人追捧的感觉，什么人生的不如意，在这一刻都烟消云散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疯了！有青哥保护，为了一个蠢货退出，你亏死！10万块钱我不要了。哦，你要退出？想好，保护费不退。我没法跟你这种人组队。行，有种，那你走吧，把袖江还给我。没了袖班，他就不是队友了。行动！发生什么了？怎么回事？撤！
快撤，滚去掩体后面！青哥，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没事，我是武甲，子弹打不动。让我进入他们中间，不被枪线同时架住，就能杀个干净。太好了，不愧是青哥！你俩牵制一会儿正面火力，争取时间。犹豫个屁，尸体全归你们摸。好，青哥，你可要快点，我们撑不住太久。放心，我是专业的。好，好，听我口令：10、9、8、6、4、3、2、1，行动！青哥，你好了没有？是啊，青哥，我们要不行了。青哥，人呢？多亏了这2个傻符，不然真不知道怎么脱身。我果然是主角。这大白天的，怎么山上还开探照灯？狙击手爸爸，5级子弹！狙击手怎么在这儿？不是在电梯井那里吗？没刷典狱长，战术变化这么大吗？丫的！逼我拉闸，拉闸就拉闸，反正又没典狱长，怕个屁！正好，老子还就不从这撤离了。我倒要去看看典狱长办公室是个什么样。报告典狱长阁下，目标已经由水域赶回监狱内。是，我只打了1枪头，没敢多打。好，让他往核心区跑吧。其余干员要走水上延迟撤离点，一律放行是吗？隐蔽好狙击兵同志。是，遵命。我靠！这有大保险！我靠，真有啊！这么肥，快开吧，看看里面能出啥好东西。我来开啊！你发现的，别废话，快点！密码忘了啊！有够神的，密码是6DFUP，快开吧！哦，好，谢谢你。哇，小金，4个小金！你给我干嘛？你留着吧，你收着吧，我纯狗运。快吃吧！哎，这块还有个小保险，大保险我都吃了，小保险归你吧。你进过几次危险区域？我没进过几次。没去过行政楼？没。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就是打手。哇，真厉害！能不能带我去行政楼玩？我叫王阔，你呢？我叫罗斯，我的朋友们都叫我骡子，你也叫我骡子就行。你知道吗？之前6大顶级俱乐部派人进入潮汐监狱这么多次，据说没有任何一队进入过这个典狱长办公室。也就是说，咱俩是玩家干员里第一个进入典狱长办公室还吃到他大保险的人。真的假的？从来没人进来过？没有。天啊，为什么？典狱长的战斗画面你看过没？他当年一个人单挑约翰小队，毫发无伤，什么道具他们都挡回去。就那次炸点击杀典狱长，他们在房间被灌了那么多道具，最后2盾兵硬扛着枪线，撑到盾牌粉碎，也将典狱长送到白头鹰身前。我靠，太热血了！哦，石磊，我保护典狱长阁下的英勇事迹在玩家世界这么受欢迎啊！不愧是队长。要不是约翰有把 A 达，说不定真让这2个盾兵翻盘。又是听错了，接着说啊！因为典狱长和亲卫呗。看过直播吗？看了，我知道典狱长跳拉拜佛穿烟锁头，猛得不像话。印象最深的是他一个人把白头鹰1支小队全部干碎，太可怕了。典狱长确实厉害，但他那亲卫队也不是善茬，那2个盾兵往他身前一站，跟城墙似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3个步兵之前把人追到水里扫射。对，还有那个机枪兵，一个打3个，带脑机和外骨骼的。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我觉得还是得听典狱长阁下的。他不让咱们出去，就不出去了。我觉得也是。是呢，得听话。什么都没有了，什么都不剩。老子在外面被一群狱卒追着杀，他们把里面吃了个干净。据木槿花俱乐部的情报，目前还没有玩家进入过典狱长办公室。要是开出一个从来没见过的全新大红，我的名声一定会一飞冲天。到时候那些欺负过我的人，那些瞧不起我的人，我要加倍奉还。大保险，这是给勇敢者的奖励。什么？西巴的到底是谁？他们怎么敢的？他们不怕狱卒吗？没有典狱长就这么嚣张？这帮臭老鼠，别让我逮到了！我碰一个杀一个，让你们吃我的物资！水上延迟撤离点被狙击兵封了，他们只能走闸口撤离。只要我拉个极限闸到撤离点堵着，有人来撤离，想走就得把背包交出来，给我搜一遍上供，否则一个都别想走。要是敢还击，就是与世界顶级俱乐部之一的木槿花为敌。拉个极限闸，和我作对的都别想走，我才是最后胜利者。
怎么样？还行。你呢？又出了小金，分你几个？不用，你留着吧，我够多了。哎，客气啥？拿着。真不用？那行，谢谢啊。谢啥呀？有人启动了管道闸门的供电开关，逃生窗口开放了，确认接应点位置。最后一个闸，赶紧过去。好，跟紧我。哎，罗哥，刚才搜的时候，你发没发现有些门打不开？像是增加了某种房卡门禁。我看过直播，以前没有，很有可能是新的，需要特定的钥匙才能打开。罗哥，刚才捡了个这儿，你看看，1级监狱权限卡。我靠，这个你从哪儿搞来的？收好，就柜子下面找到的。罗哥，给你吧，我不会用。我靠，你小子是不是傻？整个玩家世界没人见过门禁卡，这个卡的价值和大红相比，绝对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收好，赶紧揣裤裆藏好，别被其他人看见。先别说话了，这是最后一个闸，咱们先到撤离点再说。跟紧我。那是谁？啊！他没死。罗哥，是那个 CS。不对，只有一个人，另外几个没跟着他。走，咱们先进去。物资给你，枪给我，快！停，别再进来了！你做什么？堵撤离点？你要与所有人为敌吗？你连队友都杀，我没理由信你。倒计时5秒进来，否则我开枪打死你。我是木镜花的，你敢这么做？少放屁！本次行动是以个人身份进入，代表不了任何人。木镜花也不会为了你得罪龙国。美的，5级头碎了，5级甲破损，只带了把 M16A4，真牙后悔没带手雷燃烧弹，没法攻入撤离点。别过来！啥？为啥不进去？一会儿狱卒们来了，里面有人架着门口不让人进。正好兄弟，你来了，我们合作，冲进去。我是木槿花俱乐部的成员，请相信我。事成之后，物资55分。你要杀人？别过来！啥？为啥不进去？一会儿狱卒们来了，里面有人架着门口不让人进。正好兄弟，你来了，我们合作，冲进去。我是木槿花俱乐部的成员，请相信我。事成之后，物资55分。你要杀人？里面有人是吗？我要撤离，让我进去。兄弟，你旁边的连同伴都杀，我信不过他。信不过他就不放他，你让我进去。狱卒，是狱卒们来了，咱们必须冲了，在外面等着也是死，冲进去还有机会。把他俩杀了，咱们在里面守得住。进来，快进来！狱卒人数太多了，咱们一起守住。你干嘛一直拿枪口指着我们？不会是想趁撤离前背刺我们吧？你少在这阴阳怪气！我问你，之前花钱雇你保护的那些散人，他们去哪儿了？为什么只剩你一个人了？那群家伙胆子小，提前撤离了。哼，你放屁！有一个你们队散人被你找个理由亲手打死了，其他几人恐怕在洗衣房那边的时候就被你出卖了。否则你是怎么逃出狱卒们的包围的？一会儿先杀谁呢？这个人是个危险，不能让他出去。这个人无所谓，但是这个错觉吗？外面没人了。哎，我说，你们想要干什么？时间不多了，老老实实等着，快要撤离了。这时候别冲，动啊！咋办呢？进还是不进呢？不知道啊。典狱长也没新的指示，要不去找市定阁了吧？早被关起来了。阁下说了，让咱们自己打。咋办啊？你们干什么？时间不多了，冲！啊！我感觉这一幕好像似曾相识啊！当时典狱长阁下是怎么做的？那是让石定哥、石磊哥还有大勇3人硬扛枪线里推。可他们3个现在全都被关起来了。我来，我和大勇哥的甲差不多，
我来扛。你是新来的，不能让你来。我不怕，我和大勇哥的甲一样，他们打不穿。就是因为你和大勇一样，才不让你上。哪有新兵一来就干这么危险的工作的？退后！对了，崩子呢？我到了。我来，我和大勇哥的甲差不多，我来扛。你是新来的，不能让你来。我不怕，我和大勇哥的甲一样，他们打不穿。就是因为你和大勇一样，才不让你上。哪有新兵一来就干这么危险的工作的？退后！对了，崩子呢？我到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崩子，你往车里点内开一炮，然后我们立刻压进去。好的，队长。哎，对了，典狱长阁下是不是还在里面呢？是的，刚才我还看见他朝我开枪呢。嗨，都是考验，对咱们的考验。行了，抓紧时间，你们听到炮爆炸声就往里冲吧。走吧，走。小子，你也一起冲进去。放心，里面有典狱长阁下看着，不会出问题的。来点热乎的，接好了。来点热乎的。来点热乎的，接好了。你在发射火箭时，必须用最大的声音喊上台词。典狱长阁下，这个台词和咱们的风格不太相符啊。你别管了，我让你喊你就喊，记住，声音一定要大，一定要大。是，明白了。幸好，还好平常会教他们点雷霆台词，要不他这一炮要是刚才打我身上，现在不得打7、8个绷带啊，疼死了。你们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坚持住，大哥，帮个忙，还剩20多秒，坚持住，咱们就能撤离了。打偏了，不对吧？这是啥？别走！咋了哥？先查这个。让我撤离，就差一点，我要活下去，不来得及！不要啊！救我出去！求求你们拉我一把！杀了我！我不要密室！我不要！确认包裹上路，欢迎回家。这个人啥毛病？不知道，真瘆得慌。以前迷失的干员也这样吗？没见过啊，全身是血的，傻乐啥呢？检测到宿主以玩家身份成功从潮汐监狱撤离，恭喜宿主达成成就。我是韩彻。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们成功撤离了，成功了！哎，大哥，刚才真是谢谢你了。韩老板，你认识我？韩老板，我是申哥俱乐部的呀，白姐的手下，她常跟我们提起您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几位，这边请。咋了，韩老板？一起走啊？这么热闹的吗？韩老板，每次监狱出来好像都是这样，要是没有保镖保护，这些记者能给咱们生吞活剥，所以更危险的其实是咱们。哎，韩老板，你的包呢？丢了。啊！丢了！为了机动性，丢地上了，爆炸后就没看见了。我真该死啊！那个大哥，物资给您分点，以表感激。不用，你们留着吧。大哥，分你点，咱们也算是生死之交，不能让你空手。拿点，还有罗哥，你包里东西都在我这儿，你也都拿，不能让你空手而归，不是？我也不用，客气了，我拿个这个吧。
系统这玩意儿我能卖吗？检测到其来自潮汐监狱，无法将其三组手活，谁说不是？别人能因为香喷喷炒面大打出手，他仨搁这谦让起来了。人和人的差别可真大，谁说不是？各位先在这儿稍作休息，随后进行一个简单的登记，便可离开。这个还有这个，一共是12万，这3个小金15万。各位同志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！怎么样，这次行动还算顺利吗？3位仔有没有遇到难缠的敌人？没有，这次没刷 BOSS。有些散人没有成功撤离，遇到了狱卒包围。你们呢？但我在包围前离开了，没有波及到我。你是王阔同志吧？我听他们提起过你，怎么做到的？我不知道狱卒会包围过来，当时是那个叫朴任清的木槿花干员随意枪杀了一名和他组队的散人，我看不惯，与他发生分歧才脱离队伍，也因此正好避开了狱卒们的包围。后来你们再见过这位朴任清吗？没有。没再见过。哦，这位干员，你也曾和朴任清组队了吗？没有，当时我正打算前往王阔他们在的方向时候，刚好碰到王阔，我们一起行动，再也没碰见过朴任清。那这位是？我和他们是在撤离点碰见的，一起走的，拉闸撤离点。哦，这位干员，你也曾和朴任清组队了吗？没有，当时我正打算前往王阔他们在的方向时候，刚好碰到王阔，我们一起行动，再也没碰见过朴任清。那这位是？我和他们是在撤离点碰见的，一起走的，拉闸撤离点。你们3人是最后一批从传送门内出来的干员，从你们出来后几分钟，传送门就关闭了，而朴任敬一直没有出来，也就是说他迷失了。那肯定了，他背刺队友还卖队友，他死有余辜。棒子国这么做是报应，纯就是活该。这位小同志，不要激动，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。他的情况我也听其他干员说了，确实存在很大的问题。可问题是，他如今迷失了，我们散人协会也得调查清楚。行了，那今天就问这么多。小张，笔录记好了吧？后面的就交给你了。比想象中的敷衍，以为得刨根问起底调查一番呢。就这。那么几位，接下来把你们要回收的物品拿出来吧，会根据官方指导价格进行回收。罗哥、韩哥，这次行动多亏2位大哥帮助，晚上我请客，咱们一起吃个饭吧。好啊好啊，韩老板，这次就属王阔赚的多，咱们一起吃个饭，狠狠宰他一顿。我就不去了。一起去嘛，一起去嘛，去吧啊！会是他们吗？不像。万一他们演戏打消怀疑呢？你有证据？散人专场棒子派一个人进去还敢闹事？但他说个人身份不代表俱乐部啊。迷失的是傻子，木槿花也是，上面不默许他能将装备带出来，做法真有棒子国的风范。迷失一个人，让他长长记性。系统，我的成就奖励呢？正在发放奖励，请稍后。怎么又是这玩意儿？上一次达成的成就给了一个徽章，这次又是什么？好像除了图案不一样，一个是潮汐监狱，一个是哈夫克，其他的材质、重量几乎都一模一样。所以说，系统，这玩意儿到底有啥用？宿主，这个徽章的作用是脑机。哦，脑机。什么脑机？系统，一个是格赫洛斯，另一个是韩彻。如果真是脑机的话，这是不是用来在潮汐监狱和玩家世界2个区域使用？这么久了，系统提供的奖励除了仅出了金钱就是食物，给脑机一定是因为这才是核心奖励吧？带上脑机我应该就无敌了吧？不用再担心别人入侵。他大爷的，这都是什么对什么？韩彻，脑机是来自于哪个大红科技？不知道，脑机不是大红诞生的，它更像是上帝的礼物。好了，格赫洛斯同志，集团对你赋予厚望。阁下，您在耍我，3个重点留了个少字。脑机到底是什么？算了，回去再捣鼓吧，好好睡一觉。好久没睡过这么软的床了。罗哥，我敬你一杯，多亏了你，要不然别说挣这些钱，怕是都不能活着撤离。你别跟我客气了，以后咱们就是兄弟，有机会咱再一起干。行，一定一定。这次多亏了罗哥，让我挣了不少钱。那这个，罗哥你就收下吧。你又把这个掏出来干啥？要不这样，我推荐你加入我们俱乐部吧，到时候俱乐部受益，你我都受益。我这不行吧？我纯小白，经验太少了。你这不都从监狱成功撤离一次了吗？没问题的。明天我亲自和白姐说，你有这个权限卡当敲门砖，一定能成。罗哥，这韩老板你以前认识吗？
我看你怎么这么怕他？你有所不知，我们俱乐部的老板一直在黑市上找枪械和配件，但这些东西属于有价无市。而这个韩老板作为散人，却能经常给我们俱乐部提供货物，且质量极好。白姐都提出想让他加入俱乐部，但被拒绝了。随后，白姐让我跟踪韩老板，摸摸他的底细，毕竟我们是正规俱乐部，还是怕放东西来路不重嘛。后来韩老板跑到超市去买东西，我跟着他后面100多米外，远远跟着。你猜怎么着？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隔着那么远，我都能感觉到那个韩老板的杀意。那可太厉害了，他是真的。这次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如再跟韩老板好好说说，争取下次有机会继续合作。哪怕一时无法加入俱乐部，多合作几次，以后说不定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明天我就和白姐说。咱们俱乐部白天不需要打卡，你来这么早干什么？哦，谢谢白姐。这啥这么苦？美式啊，超级加浓版。白姐，昨天我进潮汐监狱了。你和我说了，我知道。我们成功撤离了，真的没遇见典狱长。我们？还有谁？和另一个散人在监狱内组队，在撤离点我们遇到韩老板了。韩老板，上次我叫你跟踪的那个。除了他还能有谁？他戴了自闭头盔，一开始没认出来他。等到撤离后，在传送门外，他掀开面罩，我才发现对方是韩老板。认出你了？当然没有，这是他第一次见我，还救了我一命。是在撤离点被狡猾的狱卒轰炸的时候，韩老板把我从爆炸范围里扑开，才捡回一条命，成功撤离。这样吗？还有一件事儿，这次我们去搜刮了典狱长的办公室，在此之前应该没有别人搜过，里面有个大保险，还有小保险，物资挺丰富的。潮汐监狱很多地方都变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按照以前的直播画面来看，牢房区域很多房间以前都是开的，或者用普通的门锁可以随便进出。这次我们去，发现很多房间加装了电子门禁，很多那种金属门，上面有一个读卡器，似乎要有特定的权限卡才能进入。电子门禁，有这种东西？我也是第一次见，危险区域的房间需要使用门禁卡进入。做得不错，情报够顶级。还有更厉害的呢，这个就是一张权限卡，是那个叫王阔的散人发现的，不确定其他散人有没有，但我猜这卡一定很稀有。这东西确实是啊，玩家世界还真的从来没见过。这东西不是红色物品，但是它肯定非常值钱。更重要的是其研究价值和信息差。这么珍贵的东西怎么在你这儿？你小子骗来的？白姐，什么话？这是什么话？那个王阔不是个散人吗？这个东西他没好的渠道出手，这么稀有的东西贸然挂黑是更没好下场。王阔想把这卡给咱们俱乐部，他想加入咱们俱乐部。你跟他很熟吗？昨天在监狱内刚认识，虽然是个新手，但他人品还不错。对了，白姐，这次结算调查对迷失的那个人特别看重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迷失？没有典狱长，却还有一个人迷失了。是啊，那人也是活该，估计是被那发 RPG 炸出撤离点外了。卡你拿着，人你带来我见见，如果没问题，就让他进。韩老板，你想让他也加入俱乐部？是，之前试过，他没有直接拒绝我，但好像也没多大兴趣。白姐，之前我就不明白，他给咱们俱乐部提供了那么多武器和配件，为什么要好端端叫我跟踪他？他有点太神秘了，提供这么多武器和配件，一定是一个实力强大的玩家，我却从没对他的描述，我更能确定他的实力一定很强，而且在不认识你的情况下还去选择救你，也值得我们拉拢。典狱长阁下，您回来了。刚回来。昨天打完，监狱情况怎么样？兄弟们还好吧？报告典狱长阁下，昨天咱们就损失了一个弟兄，打死了7个干员，抓了一个迷失的，就是典狱长您下令抓的那个5套的猥琐男。而且当时监狱已经关闭了，咱们的人进撤离点才发现他趴在撤离点前，全身都是伤，身上骨头碎了个转，而且一直傻笑，和那个之前被拔了脑机的约翰比好不到哪儿去。好，抓点这种脑子有病的交差也方便。那些牺牲的狱卒兄弟我已经都给复活了，其他人没啥事吧？其他人没事。那个典狱长阁下，这次行动是我没教好兄弟们怎么应对这种情况，把您给误伤了。没事，他们做得很好，是我命令他们不喜欢战损强攻，先用火力覆盖，打出腰制效果后再突袭，这样的战术不错。
至于误伤我，更是不用担心。说实话，以我的状态硬接一发 RPG， 应该也没有任何问题。坐吧。只不过，算了，你现在把那几个新来的叫我办公室来，去吧。啊，新来的，典狱长阁下，这次行动他们没犯啥错吧？要是有哪儿做的不好的，您说我来。老石啊，你太紧绷了，误会了。我是叫他们来认人，有人不认识我呢，又不是过来罚他们。你看我有罚过你们吗？啊，好的，典狱长阁下，还有人不认识您，我立马把他们叫来。各位，今天是你们第一次参加监狱开放行动，感觉如何？每个人做的都不错，相信你们已经从其他老狱卒口中得知，每次行动结束，我都会复活战斗中牺牲的兄弟，所以以后的战斗也希望你们一直无所畏惧。不过嘛，还有的同志不认识我。不过这也怪我，你们来的时间短，平时我又大多戴着面具，今天正好借此机会让大家认识一下我。现在喷火兵同志看清了吗？报告典狱长阁下，看清了。行了，既然都认识了，以后大家好好合作。喷火兵留一下，其他人散了吧。是。报告典狱长阁下，我错了。哼哼，你错哪儿了？我脸盲，在撤离点没认出来您，想拿喷火枪喷您。还有呢？啊？还有？没事。不过怎么让你一个新来的打头阵？谁安排的？是我要求的，典狱长阁下。那种情况，我的重甲顶在前面突围最合适，所以我主动申请的。好了，以后叫你小六吧。啊，我也有名字了吗？是因为我也要加入您的亲卫队，作为第6人吗？是因为你六亲不认，要拿喷火器喷我。啊？好了，以后叫你小六吧。啊，我也有名字了吗？是因为我也要加入您的亲卫队，作为第6人吗？是因为你六亲不认，要拿喷火器喷我。啊？亲卫队现在本来就有6人，你再来战力太集中了，你暂时先不加入亲卫队。监狱常规力量需要你，以后行动时我在场的情况会变少，到时候你听石定他们的指挥。要是战斗的时候遇见我，别忘了我长啥样，演得像一点。要假装不认识你吗？对，我要打入玩家干员内部，你们要配合好我。明白。刚才查了一遍，那张权限卡不见了，应该是被带走了。权限卡是监狱升级后新增的道具，对应门禁，每次刷卡都会给监狱账户提供收益。长此以往双赢，监狱账户的钱不断增加，而且玩家们刷卡的热情也会越来越高。再多搞几张卡去卖，赚一笔各种上户，好起来了。典狱长阁下，哎，老师，正好你来，我要去一趟玩家世界，下次行动我不在，你好好嘱咐兄弟们，和上次要求一样，放唐人沙装货。是，典狱长阁下，一定不辜负典狱长的期望。交给你了，老师。正好，我还想卖他们权限卡呢，正好去谈一谈。好，我下午到。好久不见，韩老板。好久不见，你们也在啊？韩老板，您来了，我带王阔今天来入职。哦，你也加入神哥俱乐部了？是的，多亏了罗哥推荐。韩老板，上次在监狱我都听说了，非常感谢您出手相助。不用，当时还不知道骡子他们是你的人，顺手的事儿。我知道，不过也还是多亏了您，才让他们没撤离失败，这是给您准备的谢礼。您是很厉害的散人，肯定不缺武器装备，我认为您可能对这个比较感兴趣。你怎么会认为我需要这个？韩老板，稍安勿躁，这些资料都是最新的，包括潮汐监狱最新的地图变化和0号大坝最近的异常现象。这些内容您作为散人是很难收集全的，毕竟您单独行动，消息来源有限。都什么和什么？阿萨拉士兵对玩家发起自杀式攻击，赛伊德追杀打碎玻璃的玩家。监狱和大坝最近是重点关注对象，监狱有着最高的迷失率，还有那个地图 BOSS 让所有俱乐部望而生畏。
而大坝最近的异常频出，爆率提升了，才引起了各大俱乐部的注意。现在大坝是最火的地图。不过我已经有一阵没去过0号大坝了。后天0号大坝再次开启，允许散人进入。我们神阁俱乐部有一个小队的名额，但是我要带另一队人去潮汐，导致去大坝的人手不够，所以我希望雇佣韩老板帮我带一下队。不过我已经有一阵没去过0号大坝了。后天0号大坝再次开启，允许散人进入。我们神阁俱乐部有一个小队的名额，但是我要带另一队人去潮汐，导致去大坝的人手不够，所以我希望雇佣韩老板帮我带一下队。不过您放心，韩老板，我们神阁电竞的口碑，韩老板您也是知道的，肯定不让韩老板您白忙活，到时候物资您带出多少都归您，而且这个也送给你当做报酬，甚至您带队的护航都是可以给您带回好多钱的。您应该也看到了，监狱的情报有一条是说多处房间出现门禁，疑似需要门禁卡才能开启。而事实上，王阔在上次行动中捡到了一张，这是毒一张。毒一张虽然不是红色物品可以研究新的科技，但是单论它是目前唯一一张，其价值不言而喻。韩老板，我将这张卡交给您，来展现我们神阁俱乐部的诚意。稳了，这么稀有的物品，看他的表情肯定稳了。这玩意儿居然有这么珍贵吗？那我兜里这5、6张咋卖出去？你确定这个是门禁权限卡？试过没有？上次行动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没来得及尝试。数量过于稀少，意味着其价值也会过于珍贵。现在要是一口气掏出好几张，一定会引来怀疑。这事还是急不得。那下次你要带队前往监狱，那这张卡你就先拿着测试一下，要是真的，再将消息散播出去也不迟。是这样的，韩老板，这个门禁卡确实还没测试过，要不这样，我给您一笔对应价值的钱，您去帮我带下队。为什么一定要我来？因为您的实力能获得这么多满改武器和高级配件的实力，还有您的人品，即使是认识的人，你也愿伸手帮助一下。还有就是加入我们俱乐部，每次危险行动开启，只要允许散人进入，俱乐部基本都能拿到位置，而且不像大俱乐部有业绩要求，您可以自由安排时间，我们不干涉。同时，我们也不要抽成，只要您帮我们带人就好。韩哥，拜托嘛，拜托。行吧，不过我有。那就这么说好了，一言为定。我还有条件呢，我不能保证经常来，还有武器卖价你不能降。哎呀，都说了不考核，你就有空过来帮下忙就好。武器怎么能降价呢？你是咱们俱乐部财神爷，装备就别卖给别人就行。那行。OK， 成交，一言为定。下次0号大坝行动就安排你们哥仨去，你们先交流一下感情吧，我还有事儿。哎呀，韩哥，拜托嘛，拜托！秋莹，你别给我恶心人！哎呀，我们刚正不等小白姐，还会有美人计呢。放屁！我这是权宜之计。再说了，你就说我拿没拿下吧。你这不是会撒娇吗？你给我正常点儿！哎呀，行了，不逗你了。干嘛非得用上20年没用上的色相勾引他加入俱乐部啊？这个韩老板不一般，无论是提供的武器装备，还是在监狱里表现出来的魄力，都证明他绝对不是一般人。只不过现在还没见过他真正作战的样子，这次叫骡子和他一去0号大坝作战一次就知道了。这个韩老板不一般，无论是提供的武器装备，还是在监狱里表现出来的魄力，都证明他绝对不是一般人。只不过现在还没见过他真正作战的样子，这次叫骡子和他一去0号大坝作战一次就知道了。真是个高手，再好不过。不过0号大坝现在乱的不比监狱好多少，他们几个能行吗？尤其是之前和咱们有过节的那几个，也确定要参加。现在0号大坝的情况，能不被 NPC 们搞死就不错了，不用怕别人针对。咱们那边准备的咋样了？官方的专家还是说没有 BOSS。你那卡没送出去，这么珍贵的东西，韩老板居然不要。我也没想到这样的权限卡，尤其是在玩家世界的第一张，其价值几乎可以和红色物品等价，他居然不要。这更加坚定我的猜想，韩彻这个人恐怕是不缺钱。我们怎么办？要把消息放出去，将卡挂到市场吗？不，下次行动测一下，再把消息放出去，那不是耽误时机了？说实话，论钱，咱们俱乐部也没缺过钱。我怀疑这样的门禁卡以后可能会有其他的功效，咱们先测试一下。韩老板，欢迎您加入俱乐部，以后我们就是队友了，还得靠您照顾。我今天才刚加入俱乐部，按资历得叫你一声前辈呢。韩老板，你可别涮我，可不敢。
后天的作战怎么安排的？最近0号大坝异常情况频发，咱们此次行动主要还是搜刮物品，争取经费，其次就是安全前提下收集更多情报。情报的获取也是俱乐部最为重要的业务。咱们俱乐部在小俱乐部圈子内一直都是信息最灵通的。获取情报具体是要干什么？主要就是去地图各处转一转，看有没有变化。那我们的计划路线是怎么走？之前您还没加入队伍，所以这些还没计划呢。要不韩老板您给我们指导一下？骡子，既然以后要一队行动，说话就也别这么客气了。又是韩老板，又是您的，那我叫您韩哥。那我就简单定一下计划。要是传送到行政楼1到位，就直接进楼；要是没有传送到1号位，就在附近搜刮，然后直接进楼。韩哥，这是不是风险有点大？不是1号位在进行行楼，可能撞上前面的1号位队伍。没事，这些行动俱乐部管装备吗？以前是3级套加一把5、6万的枪，最近0号大坝比较乱，改成了3头4甲加10万的武器。行，够使了。这样的装备进行行楼，有东西就吃，遇见人就打，很简单。我的掏鸟弹路线一直是沿着外围转圈，避开玩家，转移30多万，都没进过2次行政楼，现在居然要这么打。好了，就这样，见面时间手机上联系。哎，好嘞，韩哥。哦，怎么样？白姐，韩老板他回去了。怎么了？你不满意？不是韩老板他制定的计划，我认为风险有点高。哦，计划危险？他怎么计划的？他说，要是1号位就进行行政楼，不是1号位就吃一口外围，然后继续去猛攻行政楼。啊，还是个猛攻计划，有好戏看了。你不正想看看你这位韩老板的实力究竟配不配得上你的色量吗？这下好喽，正合我意，就按他的计划来。你们撤离失败了也没关系，我给你们包了。你和王阔就全力配合，看看你这位韩老板的实力究竟配不配得上你的色量吗？这下好喽，正合我意，就按他的计划来。你们撤离失败了也没关系，我给你们包了。你和王阔就全力配合，你这次就当个战地记者，好好记录一下咱们韩老板是如何战斗的。啊，太危险了吧，白姐，咱真要跟其他俱乐部的人干呢？干呗，怕啥的？那之前的本来我说替你撑腰，现在好了，你韩老板要猛攻，而之前那几个货，这一次正好也要行动。你给韩老板吹吹耳边风，到时候他帮你把他们全收拾了，多好！不是也没啥事儿，不用复仇什么的，所以为什么是枕边风？韩哥，韩哥，这头盔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就是这玩意儿挺沉的吧？还行，视野是不是不太好？没事，够用。怎么了？没事，韩哥。哟，这不骡子吗？上回要不是你搅和，那个新手身上的装备早归我们了。你今天也进大骂是吧？巧了，我们也进去碰着了，别怪我们不客气。铁臂，我操，还真有人买这个。这谁呀？你们俱乐部新招的？怎么带个自闭头社恐啊？又沉又笨，视野就一条缝，脚步声也听不清，带他干嘛？新手吧，以为5级就比4级好，信息优先都不懂。这种头盔，那种怕死的买以为保命，其实最傻。铁臂头盔啊 ，K 哥5级呢，这玩意儿戴上连脚步声都听不见，人家绕身后都不知道。自己头够用，关键得听间隙。看你这样子，第一次进大坝，别怕。一会儿碰上了，哥哥送你出来。那边的干什么呢？放下武器！传送门广场禁止玩家使用武器。你说他没说你吗？你也放手！放下枪！快放下枪！你他丫等着！今天别让我在大坝里碰见你，碰见了弄死你！带个铁皮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是吧？一会儿进去第一个找你。滚！韩哥，谢谢你。那光头叫老 K， 之前在大坝里我救了个新手，正好是他们要杀的，没杀成，钱就没了，他们记恨到现在。他们俱乐部没咱们有钱，但是人不少。老 K 这人记仇，进去肯定找咱们。反正都是小俱乐部，怕他们干啥？他们来就把他们都杀了呗。
算了，韩哥，我没事的，咱别被他们影响了。没事儿，进去再看见当人机刷了就行。这里是军营管道，咱们没传送到行政楼1号位。走吧，先去把军营搜了，然后请图。这里是军营管道，咱们没传送到行政楼1号位。走吧，先去把军营搜了，然后请图。这是什么枪？满改腾龙。刚才他在传送门广场带的是这把枪吗？不对啊，刚才他在传送门他拿的是裸盖 M14啊，什么时候带进来的？算了，跟着走吧。我操！这里的小兵也磨了，我操！韩老板，韩哥，你太帅了！韩哥刚才打了多少发子弹？啊，13、14发。啊，韩哥，是不是有点奢侈？回不了本儿吧？还行，不贵才3000多一发，你们没受伤就好。多少？3000！韩老板，您打的金弹啊！对啊。走吧，这里搜的差不多了。从刚才开始，那边的枪声就没停下来过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没事，罗哥，就是有点懵。这没事，习惯就好。有韩叔罩着咱们，别怕，咱跟紧了，别拖后腿就行。到了。韩哥1步3个假动作，1秒8个预瞄电，这让他回去怎么跟白甲学？这到底是谁听不见？韩哥1步3个假动作，1秒8个预瞄电，这让他回去怎么跟白甲学？这到底是谁听不见？准备掩护，突入！哦 ，M249赛义德吗？什么？没什么，这个地方是赛义德干的。看来很不巧，今天他正好在行政楼巡逻。那他走了吗？刚才咱们进来的时候，枪声刚停。就是走了，估计也没走远。妈的，那小子别让我碰上！广场上那么狂，进来弄死他！K 哥，咱们先去哪儿？找那3个傻福啊！还能去哪儿？刚才这楼里枪响了半天，现在没声了，咱们去捡个漏，万一东西被人舔了呢？抢呗！一共6队，碰上谁干谁！干！尤其是那个带铁锅的，老子弄死他！还掰我手指头，老子进来不把他消灭我的怒火吧！烧成灰烬！我操！有人打！掉进陷阱了！
这就是我的复仇，报应来了，我会追到天涯海角。快跑啊！赛德！哼，你真以为你躲得掉吗？韩哥，怎么样？你看见人了吗？怎么了？你也想去对对枪？不，我没别的意思，韩哥，我只是想问问，没动静了，韩哥，他走了？不知道，暂时没动静了。你俩把屋里收拾一下，能拿的都拿，我在外面盯着。啊，这才对吧？车载急救包、简易绷带、止血带，还有止疼片和耳机头，这才是来0号大坝该有的战备吧？什么5套6套的，都是什么成分？太离谱了！为什么敢用自闭头？作为典狱长，有着不同的信息感知能力，能察觉注视和杀意。监狱内100，玩家世界30，获得成就后提升到60。0号大坝起作用的是我是格赫罗斯徽章，强度60，完全够用。收拾完了，韩哥。走吧，我们往东楼去。韩哥，清理室好像有动静。你掉进陷阱了！韩哥，清理室好像有动静。你掉进陷阱了！你不够惜命啊！现在你怕了吧？我会顺着踪迹找到你。什么情况？运气这么好？子弹打完了，来尝尝这个，享受我的怒火吧！烧成灰烬，哪儿也逃不了。看到这些火焰了吗？死！燃烧吧，绝望吧，痛苦哀嚎吧！这就是我的复仇！真以为你躲得掉吗？我会追到天涯海角！什么？枪法这么锁？没想到近战怎么也打不过，不可能！给我上！没想到这个盾兵竟然会这样。
想到这个盾兵竟然会这样。石雷，怎么是电？这些小兵一个个的也和赛义德似的，这大巴怎么回事？他们俩没有在他和赛义德对战的时候出现，被当人质就已经很满足了。况且刚才帮忙拖延了阿萨拉士兵的进攻节奏。韩哥，我们没事。行，让赛义德跑了，咱们赶紧把东楼经理室搜刮一下。好的。听见声没？枪声停了，打完了。应该是刚才这么激烈，现在估计，咱现在咋办？要是赛义德赢了，楼上没动静；要是另一队赢了，肯定也元气大伤，在舔包打药。赛义德的包跟队友的包多肥呀！上去看看啊！上去，万一赛义德还在呢？在不在都得看看。矮子的装备不能扔，回去怎么交代？你走前面。为啥我走前面？你个子高，看得远，方便侦查。我才是这场混战最后的赢家。轻点啊！好。韩哥，你的伤你不处理一下吗？没事，我不用。咱们抓紧时间把物资搜一下。外面阿萨拉盾兵和阿萨拉士兵也没什么值钱的物资，空有一箱热血，但是装备太寒酸了，不然真够咱们吃一壶。韩哥，东楼经理室还没搜呢。王阔，进来帮忙，这柜子太重。好。王阔，进来帮忙，这柜子太重。好。这个仇人的被反败，后背退。管你是力大无穷还是武功盖世，老子今天就要打碎你的脑袋！操你妈的，让你狂！让我说出不爽的口！不要！不要！不要！蛀虫还敢回来？刚才说什么？我掰你手指头！兄弟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我刚才脑子进水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你放我一马，我以后见你绕着走。别！求你了，求你了，饶我一命！求求你，我可以吃你的。放别！求求了，我可以吃。放！求求你了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啊！别！求你了，求你了，爸爸！为了求饶，连爸爸都喊出来了。刚才在广场上，你说什么来着？你说带这玩意儿的
都是怕死的弱者。咋样，硬吧？哥，硬，太硬了，又高又硬啊！是，大哥，我记住了。这次饶了你，下不为例。是，下不为例，多谢大哥不杀。那这次就先不让你迷失了。迷失？大哥，不是，我想要你的4级头盔，不能打头，委屈一下。这还有俩倒地身影，加餐。是。这还有俩倒地身影，加餐。是。这个情况和监狱最开始好像。首先，战力提升了，不应该，我应该在监狱内最强。赛义德作为0号大坝 BOSS 应该更强，但近战打不过我，会和这个有关吗？其次，阿萨拉保安也像是经过训练的赛义德打法，感觉抓住了什么线索，但单凭自己无法验证，看来要找机会和赛义德好好聊聊。韩哥，我们搜完了。怎么还敲门？这不看您太专心，怕打扰到您吗？行，那我们撤离吧。是呢，韩哥，咱们得去游客中心撤离点，要抓点紧了。不，那边太远了，我们拉闸撤。先等会儿。哦耶，菲菲得吃，也是轮到我可以唱 Simon Don't Mean It 了。车在那边，送你们去散人协会休息室。车哥，等会儿把东西收了咱再分，今天都靠你，都是你的。2大包物资加上几把枪，估计都没100万。大坝还是和监狱没法比啊。这都归你吧，我不要。别呀，是啊，韩哥，都靠您带我们。行，武器啥的自己留着，我用不上，其他的换成钱就行。18人，看来都还没走，大多数还穿着作战装备，只有2队已变成便装，其中就有老 K 他们队。看来这就是这次行动撤离失败的2队人了。那么他会不会现在就冲过来动手呢？毕竟他们小队的武器装备现在全在自己手里。3位是刚从0号大坝出来的。对。在大坝遇见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吗？尤其是关于阿萨拉士兵和赛伊德的。没有。唉。石定他们下手这么重，这次凤鸣俱乐部去了，结果没能撤离。走之前跟石定他们说过，不用下狠手，打归打，别把人往死里逼。现在这情况，6队进去2队半出来，伤亡率快70%了。这样下去，真要没人愿意抄潮汐监狱了。不过怎么能菜成这样？我都没去监狱啊！你们已经回来了，撤出来了。情况有点复杂，差点没出来。多亏了老周。他掩护我们，自己断后，才让我们撤出来。你们已经回来了，撤出来了。情况有点复杂，差点没出来。多亏了老周，他掩护我们，自己断后，才让我们撤出来。这是老周，也是咱们俱乐部的老成员了。这是韩彻，就是我老提起的那个韩老板。咱们的装备都是从他那里买的，新加入咱们俱乐部。韩老板啊，敬仰敬仰！这次撤离失败，让您见笑了。以后都是一个俱乐部的了，别这么客气。监狱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听说凤鸣俱乐部派人去了，也没撤出来。唉，别提了，这潮汐监狱邪乎得很。刚开始挺正常的，刚进去的时候，监狱里没什么动静，没有 NPC 聚集，也没有异常，我们就往里走，想探的还不错。慢慢摸索到了一片走不通走廊，全部都在搜了校门禁房间，而且要求是3级门禁。你们上次这个打不开。当我们还在研究那些门禁房的时候，情况突然就变了。突然一声巨响，震得耳朵都疼。对，先是巨大的震动，随后像是什么东西炸了，然后整个监狱就乱了。爆炸声、枪声、脚步声从4面8方传过来，到处都是人，到处都是枪响。我们以为有人打起来了，就躲着等他们打完再出来。结果呢？结果水涌上来了，
我是知道为什么叫潮汐监狱了，也就几分钟，水就到腰了。大水不知道哪来的突然开始灌，而且脚长得飞快，只能游，泡了好久，晕头转向的，好不容易才找到个地方上岸。轰鸣巨响，大水漫灌，这是有人接了黑潮行动。上岸之后呢，枪声从四面八方响，但水上撤离点已经关了，我们只能往牢房那边走。这个情况我有些熟悉，不会吧？幸好有人拉闸，我们往那边赶，一路都是枪声，直到牢房，我们听见了口哨声。口哨声？什么人？面具的，拿着2把左轮，一边跑一边开枪，旁边还有好几个拿大锤的，闷着头往前冲，跑得跟牛一样。渡鸦越狱了。那几个人跑过来，看见我们喊了一声快跑，然后我们就一起跑。那2队人，一个是凤鸣的虎妹，另一个不认识。虎妹？对，他们队3个，加上那队，加上我们9个人一起跑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不明白这么多人为什么不反击，然后他们立刻组织反击，结果囚犯扔了个黄色的烟雾，有毒什么都看不清。在烟雾里，我们没法还手，只能边跑边打，根本打不中那个戴面具的，他太快了，左一滚右一翻，子弹全躲开了。那几个拿大锤的更吓人，冲上来就是一锤。凤鸣的几人就是被大锤包围了，后来就没见过他们。你们呢？你们怎么样？到最后快要进撤离点前，那个戴面具的男人又要追上来了，老周留在最后断后，没起到什么作用，开枪象征性的抵抗了一下，就被他近身了。那个囚犯极其灵活，一把抓住我的枪管，随后往我嘴里塞了个炸弹。渡鸦第一次出现，把整个监狱搅得天翻地覆。我也示好过，那时候渡鸦就拒绝了，他说他有他要干的事。那时我还不在意，只以为是他要面子。现在看来，这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样。感谢老粉的喜爱，让主播感受到坚持的事有了意义。但是最近被吉梦涨价背刺，逼着花米，而且排队成本提高了1倍。主播之后只能是尽力多熬夜排队，尽力不拖，更不让粉丝们失望。但是主播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，毕竟成本确实是太高了。一个 W3个月的成本对于主播这个大学生来说还是太高了，所以以后可能会偶尔晚一些，但是绝对不会不更。渡鸦第一次出现，把整个监狱搅得天翻地覆。我也示好过，那时候渡鸦就拒绝了，他说他有他要干的事。那时我还不在意，只以为是他要面子。现在看来，这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样。韩哥，你要走？晚上不一起吃饭了吗？不了，你们吃，我晚上有事。韩老板，我们还想为你办庆功宴呢，那下次你还来吗？没什么可庆祝的，以后再说。行，那一言为定。韩老板，你去哪儿？哎，骡子，你送一下。得令。韩哥，怎么这么着急回去？晚上有事儿。山天是无关紧要，无关紧要，无妨。系统统计监狱损失。潮汐监狱已经关闭，共遭遇18名玩家入侵，8名账户900万复利币。今日牺牲18名狱卒，是否复活？全部复活，正在复活，请等候。复活成功，共花费270万，监狱账户剩余300万。典狱长阁下，是我失职了。监狱刚开放的时候，一切还都正常。我们按您的指示，没有过分阻拦玩家干员。有2队玩家很快的进入了核心区，我带领几名狱卒简单进行阻拦。对方与我们交火后，没多久就离开了。到这里一切还正常。突然，我听到有玩家接了黑潮行动，瞬间监狱内潮汐生成装置向监狱注水，我立马派出狱卒阻拦，以求别造成更大的影响。结果突然那些囚犯竟全部离开了自己的牢房，包括那个渡鸦，还有他的4名手下。在行政区，我们和渡鸦对峙，想让他们回牢房，是我太天真了。我以为可以好好交流，但靠近后，4名大锤突然将大勇包围。我没打过渡鸦，他太强了。我让其他弟兄赶紧藏起来，都怪我害了兄弟们。没事，他们都复活了，一个不少。不怪你，我也不知道他们真的会越狱。要是我再强一点，能打过渡鸦，兄弟们就不会。好了，让兄弟们查一下，囚犯们越狱去了哪里。典狱长阁下，渡鸦他们根本没有走，又回到了牢房内，其他囚犯也回去了。走，跟我去趟牢房。典狱长阁下，要不要叫上兄弟们一起去？起码叫上亲卫队。行，叫上亲卫队吧。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典狱长阁下，我还是大勇。那几个锤子兵难搞吗？难搞，他们4个贴我近身，我的装备太笨重了，施展不开。好，
趁这个机会找到自己的定位，以后不要被近身。明白。走，跟我去牢房，我去会会渡鸦。走，跟我去牢房，我去会会渡鸦。到底是因为什么？我几次释放善意，从一开始就保持着基本的尊重，希望可以和平共处。他态度上也很配合，就是不愿意保证和平。为什么会有如此割裂的行为？你们在外面等着。典狱长阁下，您一个人进去？哟，典狱长阁下回来啦？来看看你。哦，看我有什么好看的？今天怎么回事？暴动，趁我不在监狱，暴动打死了我的人。哦，那个呀，我就是想出去透透气，天天关在这儿怪闷得慌的。我就是出去溜达了一圈，顺便跟你的手下玩了玩。谁知道他们那么不经打，几下就趴下了。哎，是他们先动手的哦。你的人见我就打，我总不能站着挨打吧？你们是囚犯越狱，不该开枪。之前给过你机会，我们和平共处不答应，现在怪我把你们关起来闷。而且就算你出来，为什么杀我的亲卫？他们还想讲道理。哦，典狱长阁下，你觉得他们真的是来讲道理的吗？我的囚犯打算从行政区前往电梯井，结果被您可爱的亲卫队全拦了下来。10几名囚犯被您那3位神枪手侵犯，对挨个爆头。随后我带着4名大锤过去，您的好部下又拦，有人接黑潮任务啊！我要去。什么意思？你那个盾兵和机枪兵就是不让。那个机枪兵可是牛大了，盔甲打不穿就算了，为什么还会用手护住头？我怎么打？我派我那4个大锤和他近身肉搏，我则独自面对您的常务副典狱长石定阁下。你怪我杀了你的狱警对吗？咱先说您那个机枪兵，天神下凡1打4，杀了我2个锤哥，我在旁边都帮不上忙，还差点被你家石定打死了。你俩到底谁是 boss？ 这，我没听到手下这样汇报。石定说我没打过渡鸦，他太强了。现在想来，如果是被 boss 渡鸦随便杀死，确实不应该说是没打过渡鸦。石定没跟我说这些，没说他冲到了杜河面前，没说大勇一个人扛了4个锤子还反杀了2个，更没说3个步枪兵把路过的囚犯杀回杀了个干净。那你为什么不逃走？逃走？我去哪儿？去外面游泳？还是有人会接应？我就是赶去阻拦做黑潮任务的，被你的人完全不讲道理的打得半死，还怪我杀你狱警？那你为什么不逃走？逃走？我去哪儿？去外面游泳？还是有人会接应？我就是赶去阻拦做黑潮任务的，被你的人完全不讲道理的打得半死，还怪我杀你狱警？典狱长阁下，怎么样？你刚才跟我说你没打过渡鸦，渡鸦说的，你在他换弹的时候冲到他面前，要用盾牌砸他。是，我大勇一个人扛了4个锤子，也没扛住，差点被打死。反杀了2个，还有你们仨，你们把路过的囚犯杀了个干净。他们是去阻拦黑潮行动的，下次报告的时候把话说全。是。讲讲吧，我亲爱的兄弟们，让我听听今天到底发生了啥。按照与囚犯交后顺序，一个一个说。报告典狱长阁下，应该是我林瑞和林坤率先与囚犯交火的。那你说说，林大队长，什么情况？典狱长阁下，当时我们的任务是在行政区2楼布防，避免玩家将您的办公室洗劫一空。随后听到监狱巨响，那时我们并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。他们没反击。虽然你们所处位置有利，但对方可是有10几人，你们怎么做到的？报告典狱长阁下，
我们严格按照您教的作战方法，只露小身位 pick， 打提前枪，打完就孙回掩体。啊？像您教的，预瞄好位置，拉出去爆头，再缩回来。他们像无头苍蝇一样瞎开枪，简直和 NPC 一样。典狱长阁下，3弟不是那个意思，他也不知道不能打，是我指挥的目的。你们仨是怎么死的？后来石定阁倒下后，渡鸦隔着老远把我们锁头秒了。露头对他 pick 不好使。继续，下面是谁？是我了，典狱长阁下。你再详细说说情况，不要刻意谦虚，实事求是的说说。石定阁可厉害了，差点就给渡鸦干死了。林坤，你的纪律呢？最开始我们隔着小广场对峙，他非要过去，说什么要出去作战。我一听他一个囚犯居然还想出去，就没放行。然后他就开火了，后来没打过，他们就过去了。我和大勇就同时率先开火。那你们先开的火？是的，我这儿就是和他正常对枪，然后林峰3兄弟在楼上帮我一起开枪阻击。渡鸦的动作很灵活，不好打中。我的火牛打他的甲也稍微有点费劲。后来杜莎台也近身，林峰他们不好重火力压制了，只能找机会点射。最后我们好不容易打碎了他的甲，他子弹也打光了。我抓准他换弹的时机上去盾击他，结果没搞好，被他挣脱了，抓到盾牌，怪我着急了。要是让林崩他们一直消耗，说不定就打赢了。哎，都怪我失误了。他没用置换烟雾，用了，他扔出来我就用盾牌拍到一边去了，对我影响不大。最后我们好不容易打碎了他的甲，他子弹也打光了。我抓准他换弹的时机上去盾击他，结果没搞好，被他挣脱了，抓到盾牌，怪我着急了。要是让林崩他们一直消耗，说不定就打赢了。哎，都怪我失误了。他没用置换烟雾，用了，他扔出来我就用盾牌拍到一边去了，对我影响不大。你大勇，你那边什么情况？我这儿先开火的时候没占到便宜，他们太敏捷了。那4个大锤冲的时候动作太快，力量也大，我的重甲防不住，近身很受牵制。后面3个锤子拉开距离，我就被耗死了。死之前顶着锤击开火，盯着一个打，打死了一个。那咱们怎么损失了这么多狱卒？按你们的描述，那基本是势均力得啊。按石定所说，这种情况下，就算对方有 BOSS， 也不该损失这么大。有好多兄弟不会游泳，涨水的时候淹死了。淹死了？不是囚犯打的，囚犯被林峰他们杀的差不多了。不是兄弟，那我回来的时候你哭个什么劲儿？虽然不是渡鸦他们打的，但是兄弟几个还是死了，心里难受。行吧，都不容易，都不容易。行了，都先下去休息吧。石定，近期安排狱卒们学游泳。潮汐监狱，潮汐监狱，潮汐，怎么能不会游泳呢？是，外面大片的水域可以游泳，每个人都得学。狱警的职责就是这样，抓囚犯天经地义。只是我还停留在上一世，渡鸦和囚犯都是这张地图的，总想着要是能好好相处。本来去找渡鸦兴师问罪，却没想到亲卫队居然这么屌。系统，宿主，我在。上次系统升级都升级了哪些内容？潮汐监狱行动奖励提高，击杀干员奖励提高，监升级，监狱成员升级，战斗力升级。战斗力升级嘛，战斗力确实提高了，虽然经验一直在积累，也提高了不少战斗力，但这次是实打实的提高了，不然我绝不相信机枪兵能和4个大锤哥打得有来有回。典狱长大人，对不起，我刚刚太不守规矩了。哦，那你说说怎么不守规矩了？我不该嬉皮皮笑脸，还打断别人说话，我没有纪律。那你觉得今天监狱的作战怎么样？我觉得挺好的，我们差点就打赢了渡鸦了。可是石定哥、大勇哥他们已经很努力了，少对多，弱对强都不落下风。林峰哥更是一个人打了10个爆头，那还是没赢啊，可最后还是输了。典狱长大人，我觉得您不该对石定哥他们太严厉，他们已经尽力了。但你不觉得他们像英雄一样吗？英雄？什么叫英雄？就是挽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厦之将倾。那杜央是不是英雄？他一个把你们都打败了。他不算，他是囚犯。所以英雄还要有范围。杯好茶摇一摇，摇一摇，摇一摇，即兴高唱摇一摇，摇一摇，摇一摇，茶香亮，推个牌，点台灯，摆台，即兴高唱摇一摇。但你不觉得他们像英雄一样吗？英雄？什么叫英雄？就是挽狂澜于既倒，扶大厦之将倾。那杜央是不是英雄？他一个把你们都打败了。他不算，他是囚犯。所以英雄还要有范围。那囚犯们比我们的战斗力高吗？
不高，我们比他们强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们英雄多，还是因为你们是正派人物，是狱卒？那你们为什么还输了？林宽，你还记得我为什么提拔你们3个，给你们取名加入亲卫队？成功3立了功，成功缩脚杀了玩家。那时候你们的装备怎么样？你们有英雄吗？为什么那种情况还能打赢玩家？之前约翰小队利用脑机来监狱里大肆屠杀，我们装备和他们比如何？差远了吧？那我们为什么还能赢？因为您，典狱长阁下，您是英雄。林奎，我们的队伍能赢，靠的不是英雄主义，也不是装备碾压，那些都是锦上添花。一支部队真正的战斗力来源是纪律，纪律性。一支部队能做到令军禁止，才是最大的战斗力。在我们装备不行的时候能打赢，靠的是你们坚持执行命令。你们做的没有错，我知道你很骄傲，能差点打掉地图 BOSS 级别的目标，但是要记住，不要逞个人英雄主义，以后也一样。你灵魂哥说你们仨是鹿头被杜鸦秒了，我才说的是你吧？这次行动你们没有错，你石定哥、大勇哥、灵魂哥都没有错。战斗方面，连你其实也没有错，你错只有一个，就是没有严格遵守纪律。听你灵魂哥的话，这些囚犯以后恐怕要经常和他们打交道，他们很有可能也会慢慢变强。那些玩家干员也是，你回去好好想想。我明白了，当英雄要担负的是责任，队伍里可以没有冒头的英雄，但必须有铁一样的纪律。战斗力提升，武器装备，单兵素质，经验技巧，团队纪律。看来做一个好领导，甚至好 boss， 任重而道远啊。送回去了。送回去了。送到哪儿去了？他有什么要紧的事儿，知道吗？送去市中心的宾馆了，韩老板好像在那里开的房间。至于干什么，问不出来。怎么样？你们这次行动？单说行动本身挺顺利。行动本身挺顺利的。韩老板怎么样？摸清他的实力了吗？2个字形容：夸张。哦，详细说说。不是吧？你没哈夫币，你来找我借？整个监狱谁不知道就你老典最有钱，不跟你借跟谁借啊？没哈夫币找神格电竞跑刀啊！怎么样？你们这次行动？单说行动本身挺顺利。行动本身挺顺利的。韩老板怎么样？摸清他的实力了吗？2个字形容：夸张。哦，详细说说。这次行动，韩老板没穿咱们提供的装备武器，他戴着5级头盔，用的满改腾龙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换的5级甲，用金弹清阿萨拉巨兵。0号大坝用5级套，满改枪金弹泼水，这挺符合他韩老板的人设的，土豪嘛。他还戴着我提到过的之前在监狱戴的那个铁臂头盔，我戴那个玩意儿，除了自己的呼吸声，什么都听不到。但是韩老板像是完全不受影响，他信息获取速度和我基本是同步的。真的吗？和你同步？然后就是在外场的时候还稍微好点，直到进入行政楼，韩老板的移动方式就变得非常诡异了。行政楼？你们还去行政楼了？怎么用诡异这个词？白姐，你应该知道，高手玩家在进入可能存在危险的房间，会对可能出现敌人的位置提前做好预苗吧？韩老板一进行政楼就像个陀螺一样，我这形容不太好，但真差不多。他转起来了，他一进楼就开始不断的预苗排点，这我能理解，关键是排的点都很诡异。走廊拐角、2楼窗户这种常规位置就算了，他还瞄天花板。什么叫他转起来了？什么叫预瞄天花板？在拐角 peak 的时候就这样，然后就是从行政楼西楼小门上2楼的楼梯那块，韩老板就这样，枪口抬得特别高，几乎是在瞄准天花板。我实在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预瞄那里，难道会有人挂在楼梯上方吗？还有就是我们拉闸撤的时候，韩老板不让我们进，自己推开门，在屋里做了套广播体操才拉闸。白姐，我不懂。你说的这些我也看不懂，但是他就是这么操作的，我真没见过这种。0号大妈我太熟了，自认为也是见过世面的，没想到这个还真没见过。会不会是他故作玄虚，假装自己很厉害？绝对不可能！白姐，你说韩老板啥都行，他绝对不是装的，他真的很强，强到恐怖，强的要命。韩老板甚至空手打残了赛义德，把赛义德打得跑路了。什么？不是，什么叫空手打残赛义德？我们摸到东楼经理室的时候，赛义德从经理室冲出来，率先偷袭我们。韩老板硬是躲过了第一波袭击，随后就靠着在掩体后 pick 打提前枪，活活耗干了赛义德的子弹。后来赛义德翻滚突进过来，用爪子刀韩老板肉搏，被韩老板3拳打飞了。你做短剧呢？
这么能编。你做短剧呢，这么能编。白姐，我们还遇见了王牌俱乐部的人，老 K 他们。他们没找你们麻烦，他们没为难你吧？怎么可能？还没进大坝就被他们找上来了？没有，还是韩老板帮忙解的完。他解围？他干啥了？那几个货不长眼，去挑衅韩老板戴的头盔，被韩老板撅了老 K 的手指头。后来在行政楼又碰见他们了，他们在韩老板打跑赛叶后突然出现偷袭，被韩老板杀了。无论是反应速度还是打法风格，都和之前一样。这些没什么可说的，只不过他和被打残的老 K 说了这么段话。他说这次就饶了你，就不让你迷失了。随后就开枪把老 K 打死了。迷失？我感觉他是认真的。他交战的时候杀意很重，反而说完这一段话的时候杀意淡了很多，反而是一种充满怜悯的感觉。我知道了，骡子，我相信你这个人，但是你说的这些东西实在太匪夷所思了。白姐，我理解你，换我自己没经历过，我都不会相信自己说的这些话。下次去0号大坝，你亲自和韩老板组队去一次，或许就明白了。行，时间不早了，走，我请你吃个夜宵，今天辛苦了。嘿嘿，谢谢白姐，我想吃烧烤。典狱长阁下，明天监狱开放，您还要出去吗？这次先不出去了，但我也不在监狱转悠，我明天就在屋里待着，镇镇场子，吓吓他们。咖啡冲得太浓了，不好意思，典狱长阁下，我不会冲这个，要不要我帮您再加点水？没事，浓点好，提神。咱都一起配合这么久了，怎么说话还是这么客气？习惯了，而且典狱长阁下这样叫着也比较威严。你知道赛义德是谁吗？那个阿萨拉卫反叛军的队长。是的，上次潮汐监狱开放的时候，我去了趟0号大坝，碰到他了。您去0号大坝了？那里现在不在哈弗克公司的控制下，您孤军前往太危险了。没事，史蒂，你说的对，赛义德有他的护卫队，叫赤修小队。哈弗克最近在那边投送兵力，试图拿回0号大坝区域的控制权。有机会，我想带你们出趟外勤，和他们比划比划，让你们熟悉一下境外作战。全听您安排。狱卒们都学会游泳了吗？学会的大概一半，时间太短了，其他的只能保证不被淹死。想游泳还是够呛。游泳这个事物务必个人都学会，而且要带着装备游，最好能做到浮在水面开枪。怎么了？没问题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好，很有精神。先下去吧，抓紧时间教会他们。是。咋样，石定哥？怎么说？别想了，老大让每个人都得会。啊，不会吧？阁下原话，游泳这个事物务必每个人都要会，而且要带着装备游，最好能浮在水面，还能开枪。我带装备游，还得在水面上开枪？咋样，石定哥？怎么说？别想了，老大让每个人都得会。啊，不会吧？阁下原话，游泳这个事物务必每个人都要会，而且要带着装备游，最好能浮在水面，还能开枪。我带装备游，还得在水面上开枪？行了行了，别埋怨了，抓紧训练吧。这不对吧？我还能骗你不成？典狱长都是为咱们好，要求严格一点也正常。赶紧把你的重甲和机枪拿上，咱们抓紧训练。好吧。好久没进过潮汐监狱了，感觉怎么样？紧张吗？还行，据说这次也没有典狱长刷新，问题应该不大。那就好。你呢，李浩？我这也没问题。队长，这次咱们就主要以开钥匙房间为主吧，多收集情报。没问题。现在散人玩家们玩得这么花了吗？都开始带上自闭头了。反正没声音就放心大胆的吃，有声音就提心吊胆的吃，带上自闭头更好，听不见就不用害怕了。没准是什么最新理解呢？毕竟那玩意儿确实挺硬的。K 哥，你真要带这个进去？当然，我算是明白那个俱乐部的人为什么要戴这个头盔了。这才是行家，这才是性价比，便宜的价格却能买到更高的防护能力。是我们的理解有问题，这可是真正的好东西。上次进入潮汐监狱后，至今已经发生了这么多事，现在搞得还有点紧张。毕竟是联合国确认的，现在唯一一个绝密级别的危险行动地图。你们看那些散人，不仅不怕，甚至有点兴奋，发家致富的机会嘛。
不过听说从散人协会搞一个名额不容易。是啊，梭哈一次倾家荡产起的一身装备，被典狱长一枪秒掉。哼，就算能复活，和死了也没什么区别了。别怕，这不是有这个吗？李浩从潮汐监狱带出来的宝贝哥，终于研发出来了。也是，有他起码不用担心被秒了，有他起码能让咱们多撑一会儿。传送的还是在老地方，那就按计划的走。怎么一个在岗哨都没有？等等，一眼几乎对上了，但如果真被发现，他们应该已经开火了。现在怎么办？妙里求签，我哭诉情来等住吗？求菩萨保佑我俩，不停地猜，又不拿一卦，几手祸福还是单几手卡。那一眼几乎对上了，但如果真被发现，他们应该已经开火了。现在怎么办？队长，他们是不是没看见？看见了，距离不远。他刚才庙朝这边，肯定看见了。那怎么不打？不知道，要不要去摸一下？先不急，我们进来是探情报的，不是来打架的，绕过去就行。你那个监狱1级权限卡房间在哪儿？不知道，这片没看见带电子门禁的房间，要不往核心区走？这边可能没有。我得到的消息是牢房那边有很多有电子门禁房间。核心区要过那道铁门，铁门旁边肯定有狱卒守着，要过去就得打。那就打呗，2个普通狱卒怕什么？话是没错，不过他们有点奇怪，我有点担心有诈。 NPC 而已，又不是典狱长，能有什么诈？说的也是，那就动手。我总觉得不对劲儿，这些狱卒变了，那怎么办？打！我数到3，一起打，打完了马上过去，别让别的狱卒过来包围咱们。3、2、1，开火！我操！这他丫的是普通狱卒，他们不是只会修脚吗？他们还是3级弹，不行，这么打下去得引来更多的狱卒。李靠，你假装 pick 一下，我跟你一起，你缩回去，我开火。命中！跑了？不会去摇人了吧？有可能。陈小学，你慢点儿！怎么样？他丫的，这不还是修脚吗？先往里走吧，一会儿狱卒们真包围过来就完蛋了。忍忍，一会儿再给你治，先离开这儿。跟上我。这到哪儿了？不清楚，以前没来过这个地方。核心区吧，这是。哥，秦哥，给我打个药。来了。刚刚咱们3人一起偷袭，怎么还打不掉2个普通狱卒？我怀疑他们早就知道咱们在身后跟着。以前那些狱卒只会躲着，现在这俩，那个身法，那个配合，跟换了批人似的。幸好是3级弹打5级甲，不然真要遭殃。那他们为什么不开枪？不知道，或许是故意的。刚刚咱们3人一起偷袭，怎么还打不掉2个普通狱卒？我怀疑他们早就知道咱们在身后跟着。以前那些狱卒只会躲着，现在这俩，那个身法，那个配合，跟换了批人似的。幸好是3级弹打5级甲，不然真要遭殃。那他们为什么不开枪？不知道，或许是故意的。你们说狱卒都变这么猛，典狱长现在得啥样啊？不知道，最好别碰上。那要真是碰上典狱长呢？情报上说他最近不在监狱里，万一呢？那就死呗。队长，你也学会开玩笑了？我没开玩笑。
行，就先这样吧。这是哪儿？没来过，这门打不开。李浩，这是你说的上锁的门禁吗？这门上没有刷卡的地方，应该不是。可能是装饰，有些地图就爱搞这种，看着像房间，实际进不去。这地方也没啥物资点，跟监狱其他地方不一样。这下面还有路，现在咱们怎么办？这里咱们从来没来过，既然暂时没有危险，简单探索一下。队长，这是什么标记？好眼熟，这是典狱长的标志。你说什么？这个房间的装修，这个标志，队长这里恐怕就是典狱长的办公室啊！典狱长的办公室，没人，至少目前和情报里一样，典狱长不在。我操，吓死我了！咱们现在算不算摸到 BOSS 老家了？你还笑得出来？不是，咱们跑了半天，跑到典狱长办公室来了。这里咱们俱乐部还没探索过，这不挺好吗？既然他不在，不如搜一下看看有没有好东西。典狱长这么强，办公室里好东西肯定不少。那就动作快点，搜完就走。一个大保险，一个小保险，4个小金，还行，没想象中肥啊。嘿，没想到典狱长还是个清官，也算没白忙活。差不多了，走。等会儿，那是什么？典狱长收藏室，要门卡的房间。李浩，你的卡能开吗？不知道，试试。不行，里面肯定有好东西。没办法，走吧，别耗着了。那边还有路，要下去吗？最开始那个小房间也有个向下的楼梯。时间还早，下去看看。来都来了。这什么地方？怎么这么多人偶？好瘆得慌。不知道，前面就是上去的楼梯了。李浩，你怎么了？咋了，李浩？这有啥宝贝啊？有啥大红啊？赶紧的，先上去，免得一会儿狱卒来了。没，好，走吧。大王，你来抓我呀！什么地方？怎么这么多人偶？好瘆得慌。不知道，前面就是上去的楼梯了。李浩，你怎么了？咋了，李浩？这有啥宝贝啊？有啥大红啊？赶紧的，先上去，免得一会儿狱卒来了。没，好，走吧。这是什么？我知道，这是黑潮行动，是监狱新的变化，就是凤鸣俱乐部那个虎妹说的新的地图任务。先上去，按虎妹所说，一会儿囚犯们该出来了。前面那个楼梯，上去。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儿！奖励8万哈弗币，还有奖励8万，干！操，这么吵！老大，有人来了，快跑！现在还能跑到哪儿去？外面都是人。本来光是狱卒就够难对付的了，现在还有囚犯，这怎么搞？没事儿，等他们打起来，咱们趁乱再跑，只要别碰到渡鸦就行。姐，那梁总，我可真是个乌鸦嘴，这个可是跟典狱长齐名的人物，小心点儿。那他和典狱长谁强？我觉得还是典狱长吧，毕竟太有压迫感了。别聊了，你们听着脚步声，朝这边来了，打！丫的，这才对嘛，这才像是 NPC。狩猎开始了，大幕拉开，丧事喜办啊！堵查就在这附近，家主门口不要落大身位，小心堵查！站我盾后，家主门口，你们家主门口，拖到狱警们来，说不定还有机会。是大锤，大锤兵，快集中火力，不能放他进来！快躲开！大锤兵太恶心了！